今天來一題超級腦洞題，如果一個女人嫁給7個兄弟，每個丈夫都死了，最後她也死了，請問復活以後她算誰的老婆？這不是8點檔劇情，這是宗教領袖當場對耶穌出的考題，而且他們根本不相信復活。今天這段經文不只是關於婚姻，而是關於我們對永恆的想象。經文說，撒都該人來見耶穌，他們說沒有復活的事。先認識一下這群人。撒都該人是猶太貴族祭司階層，掌控聖殿權力。神學上，他們只接受摩西5經，不承認復活、天使、靈界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是理性派、現實派、宗教精英。今天他們來不是求教，是要拆台。他們引用律法，人若死了沒有孩子，他兄弟當娶他的妻，為哥哥生子立後，這叫立位婚姻制度。申命記25章，目的是延續家族血脈。然後他們編了一個誇張版本，7個兄弟輪流娶同一個女人，全部死光，女人也死。最後問復活的時候，她是7個人中哪一個的妻子呢？這問題的邏輯是，如果有復活，婚姻制度會亂套，所以復活不合理。他們不是想了解永恆，是想證明復活荒謬。耶穌直接說，你們錯了，因為不明白聖經，也不曉得神的大能。這句話很重，不是說你們想法不同，是說你們根本搞錯。2個盲點：1. 不明白聖經；2. 不曉得神的大能。也就是你們對神學不完整，对神的能力想象太小。耶穌說，復活的時候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。這句話很多人第一次聽到會震驚，意思不是說沒有關係，而是婚姻屬於今生制度。婚姻的功能是繁衍、陪伴，象徵基督與教會。但在永恆裡不再需要這些形式，復活生命是另一個層次。他們用地上的邏輯推論天上的實況。耶穌說，你們的想象太平面了。耶穌接着引用摩西5經，正是撒都該人承認的權威。神說，我是亞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重點在哪？神說我是，不是我是曾經，意思是在神面前，亞伯拉罕仍然活着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這是一個語法級別的神學反擊。耶穌用他們最信任的經文證明復活的可能。經文說，眾人聽見這話，就稀奇他的教訓。原本是要刁難他，結果成了神學講座。撒都該人啞口無言。神學深度解析：1. 復活不是今世延長，不是地上生活的續集，是質變。2. 神的能力超越人類制度，不要用有限制度限制無限神。3. 聖經整體啟示重要，斷章取義會形成錯誤神學。今天很多人說天堂應該像地上放大版，永生會不會很無聊？其實我們也常用今世邏輯想象永恆，但耶穌提醒你，對神的大能是否想得太小？撒都該人其實不是在問婚姻，他們在質疑復活。因為若沒有復活，今生就是全部，權力就是終點。但若有復活，一切價值觀都要重寫。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反對復活改變世界觀。7次婚姻的難題，最後變成一個更大的問題：你相信神的能力嗎？復活不是理論，是盼望。
神不是死人的神，是活人的神。如果他是亞伯拉罕的神，今天他也是你的神。問題不是復活合不合理，問題是你是否願意讓永恆改變你現在的生活。